第二款也是跟那个盒子差不多的，但明显感觉是比上一款的那款飞剑的盒子要大一大圈的 TB03 19 Fans Toys， 外边也是画了一个翼龙，武器也是可以别在大腿上这个卡扣的，依旧放大加了合金，在小腿的部分增加了合金件，也是为人形的时候的一个重量分布的关系导致的吧。这个蛇鸟啊也是拿起来很有分量，而且我看了一下翅膀位置的这些关节和之前的那一款飞剑是不太一样的，它翅膀根部这里还能转，加了一个旋转的关节，也就是说当你的翅膀收起来的时候，这两个小爪子稍微可以跟这么扶着地。肚子下方呢，腿和胳膊的这个变形方式和刚才我们看那飞剑也不太一样，这个就收纳起来了，而且屁股后边这一块也要旋转一下，所以这个变形方式还是有一些区分的，但大体的逻辑基本上差不多。嘴巴可以张开，幅度还挺大，里边的牙齿了啥也有涂装，哎，还有舌头，合上它。另外的配件，它还给你做了一个金盘，金盘也是等比例放大了，涂的还挺细，但是这里能明显的看到一个硕大的水口。颜色是很正的，这个蛇鸟很红，塑料板件也挺厚的，从这边看非常的厚实，所以拿起来挺有分量。变形，我们直接来开始。枪先从这里地方摘下来，这一块的腿部变形卡扣啊，它卡在这儿了，也是先把这两条腿放出来。因为有了很多的改动地方嘛，首先脚丫子旋转一下，人形的脚板扭正，然后大腿上方的这个关节啊，看着错位的，我们把它扭过来，还是挺紧的。接着回归到正常的位置，就是看到腿是从后的，打开后边的这个裙甲，腰部从这里扭个180。卡回来，放成正面，其实等于转了3圈，脚踝转一圈，大腿根部转一圈，腰再转一圈，来服务于这个变形。上边这里看，揣着小手手，从大腰子里边掏出来这两个揣着的小手，拿出来旋转到位。有了。翅膀打开这个卡扣，折叠一下，这个关节都挺紧的，说实话。鸟头跟这么掰开，折过来，然后，哎呀，这一块就不好拆了，这个脖子在里边卡得特别紧。我们从下边这里顶一下吧，头其实是侧着放在这里边的，不然这个空间不够。撇一撇。哎，出来了。就这个转盘轴里边，应该是可能有一些水口、飞边什么的卡着，不好转。好的，插回去。好，把它转到位。哎，这个轴特别的紧，贴好了。鸟头扭个180度放到后边，依旧是靠这个双段关节往下搓动。胸口这块错下来，换一个方向，从这边看，哎，贴上去，后边的这个卡扣往上升了一档，卡住，鸟头就那么别在后边就行了，然后翅膀再归拢一下。把这个后边的卡扣别到位，插进去，搓动这个双段的关节，找好卡扣。插紧，接着把上面的这一节再撇过来一点点。算是一个把翅膀收的更窄一点点，这么一个效果。
好了，这一款 KO 放大加合金版本的蛇鸟变形完成就是这个样子了。做工什么的，其实在一些水口控制方面还有一些不足，卡得非常紧，尤其在脖子转动的这个轴的位置上边。稍后我把它拆开看一看，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飞边水口卡着吧，打磨的圆润一点，可能就好转了。卡扣什么的精准度方面啊，其实这个模具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卡扣，没有什么多维度的咬合，主要就是注意两条腿旋转的一些方向吧。但整体来说，这个人形还不错呢，对于动画片里边的还原度也挺高的。胸口做了一个假的胸，来造型方面更还原于动画片里的样子。而主要的这只鸟呢，其实都是叠在后背，进行一个背包的形式收纳。其实来说啊，跟飞剑是一个同样的模具，但做出来了完全不同的效果，而且在改动的地方，下半盘的一个不一样的变形方式，也让蛇鸟整体来说和飞剑有了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来对比一下大小吧。其实看起来两款的盒子差距有一点大，但实际的玩具呢，基本上是一般高的。蛇鸟的盒为啥大？里边会带一金盘啊，这个东西占的空间。那说起来嘛，蛇鸟这个角色，我觉得如果说把 BW 里边的人物性格带入到记忆里啊，黄豹给人的感觉更像是热破一样的味道，也是一个曾经比较热血的小青年啊，莽莽撞撞的，后来竟然还可以继任大哥的那个位置，半成功的一个领导人成长史。蛇鸟更像是红蜘蛛，这说白了这就是标准的红蜘蛛。但说 BW 里边的剧情啊，红蜘蛛的火种其实遗留了下来，最后变成了狂飙，但狂飙我觉得和红蜘蛛一点都不像，反而蛇鸟的性格包括它这个外观的造型来说啊，很有红蜘蛛的味道。可能在孩之宝设定当时 BW 这些角色的时候，会刻意向 G1 元素去致敬一些性格，来塑造这些人物，让看 BW 的朋友们看过 G1 之后会有一个更大的剧情代入感吧。所以蛇鸟的人气其实挺高的，在当时的 BW 最早世界初那个的时代啊，但可惜后来到了金属变体的时候，蛇鸟的戏份就没有了，因为到那个时期基本上他就挂了，所以后续也没有了，挺可惜的。其实这个角色在早年间的动画里边人气非常的高，可惜没有遗留下来吧。反不管怎么样吧，这个角色出来了王国的版本，我觉得这个模具改的还行，也不管是谁是谁的改模吧。就飞剑和蛇鸟这两个角色单体塑造的这个变形逻辑来看，其实我觉得放在八家线里边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虽然在变成伪装形态的时候，腹部底下那一大坨看着有点碍眼，但它毕竟不是 MP 嘛， MP 又如何？黄豹变成豹子形态，这后半个不是还乱七八糟的吗？也就释然吧，无所谓吧。更何况这一回放大加合金这个比例，如果你觉得放在 MP 里边配合适的话，其实也行。而且毕竟现在 MP 也并没有出嘛，再加上这个东西的价格还可以吧，100来块钱。但是作为一个 KO， 这个就看你怎么去比了，因为原版的现在也不贵， KO 的呢这只是放大了一个尺寸，加了一点点合金，比原版的没便宜多少。性价比方面，这个看个人的一个接受程度吧。如果说大家能搞到什么100亿补贴的一些券的话，搞一搞这个背刺价格应该还算行，性价比还不错吧。如果能以100块以下的价格拿下的话，放在那儿看一看，人形起码看着挺对胃口的，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儿。在17公分左右，17公分稍微多一点，甚至那17公分如果说放在了官方的玩具线里边，基本属于一个老 V 级别，老的 V 级别那么一个身高。那这一款放大加合金版本的蛇鸟勇士就是这样了。